大家好，我是龚一鸣，又见面了。本期将继续介绍破坏式创新，将专注于 Starship 的舰体中包含的多个独特的设计。虽然说 Starship 的目标是往返火星，能做的事情远超过现在的任何一个载具，但实际上争议还是不小。有人认为是划时代的，有人认为缺点重重，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一点一点来分析。以前在航天引擎系列提到过火箭公式，从中可以推出喷气速度不变的情况下，要达到更高的速度，推进剂就得越多。为了容纳更多的推进剂，就得把火箭做大。猎鹰火箭是3米的直径， Starship 增加到了9米。作为对比，去年年底用于发射韦伯望远镜的阿利亚纳5直径是 5.4 米，以至于韦伯那直径6米的主镜需要折叠才能放进整流罩，到太空再展开。Starship 不但粗，还高，比登月的土星5号还高。整个发射系统是2级的设计，一级叫做 Booster， 2级叫做 Ship。 不但 Booster 能装大量推进剂， Ship 也能，这就有机会能满足需求1和2。但注意，只是有机会，这基本就是2种观点分歧的源头。我们先来看看其他部分，最后再回来做定量分析。到达火星轨道还不够，载入火星大气层并降落火星表面也是关键。欧洲航天局的小猎犬2号就是着陆出问题全功尽弃的。降落过程中需要承受极端的环境，这里就涉及到舰体材料的问题了。航空航天联动系列里说过，为了轻，这2个领域大量采用铝做机身，比如飞船和航天飞机。但是铝不耐热，超过180度就开始变软，需要加一套隔热系统。但是因此也带来了重量、耐用性、可靠性、成本的限制，算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方面，一开始 Starship 打算采用碳纤维作为舰体材料，因为在同样强度的情况下，碳纤维的重量比钢和铝都轻。但是碳纤维成本高，加工难度大，还不够耐热，以至于外面得完整包一层隔热。最后 Starship 反而转向不锈钢。一开始公布这条消息的时候，业内都以为马斯克疯了。其实 SpaceX 不是第一个在航空航天领域用不锈钢的，人类设计过的最大的火箭 Sea Dragon 直径23米，高度150米，打算用的就是不锈钢。还有大名鼎鼎的米格25，为了承受3马赫下空气摩擦产生的高温，苏联又缺乏资金和钛合金薄板焊接工艺，只能用不锈钢顶着。不锈钢虽然耐热、便宜、加工方便，但重量问题怎么解决？注意，这里看的不是单纯的重量，而是在工作条件下达到所需强度的重量。Starship 内部充满了低温推进剂，在这样的条件下，不锈钢的强度会提高 50%， 因此可以用更薄的不锈钢，重量反而轻于碳纤维和铝。不锈钢本身就耐热，对隔热系统的要求降低很多，只需要在迎风面隔热。SpaceX 用一个叫 The Bakery 的工厂制造6边形隔热网，通过批量制造和机器人插接的方式来降低成本。相比之下，航天飞机的隔热网每一块都不同，必须单独制造，手工粘贴。这套隔热系统的设计目标就是无需维护，至少使用2次。先利用宽大的舰身和可控的翼面，靠空气阻力把速度降到很低，再在落地前几秒点燃引擎进行反冲。这样一来，需求3、4、6和一部分5也解决了。Starship 选择了比碳纤维更低价、低质的不锈钢，在低温这个特定场景里使用。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破坏式创新，这是原则2。了解你的材料、技术、工艺，这样才能用成熟的方法解决特定的问题。燃料方面，如果一开始就带着足够往返的推进剂，就等于大量的推进剂也是载荷的一部分，非常不合算。航空领域把这个称为油耗油。实际上，当降落火星之后， Ship 已经空了，需要在火星制造推进剂，现场加油，才有可能回到地球。这就涉及到用什么作为推进剂的问题了。目前常用的火箭燃料有液氢和煤油。液氢可以用水生产出来，但密度低，存储困难，价格昂贵。火星大气 95% 是二氧化碳，理论上可以用二氧化碳和水生产出密度高得多的煤油，
但这个工艺还处于研究领域，不但复杂，而且不成熟。SpaceX 选择了甲烷，二氧化碳和氢气通过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萨巴结反应产生甲烷，比煤油容易生产得多，而且液态甲烷密度高于液氢，同样大小的火箭装的燃料可以产生更多的能量。萨巴结反应产生的水进一步电解还能生成氧作为氧化剂，所以推进剂的问题就此解决。甲烷燃烧后生成二氧化碳和水，积碳和结焦的情况都比煤油好得多，有利于引擎重复点火和使用。甲烷的质量能量密度和比冲都不如氢，但更适合在火星制造。我们又看到了这个模式，选择简单而且低价低质的方案解决特定问题。但是之前人类还没有实用化的甲烷燃料火箭引擎，也就是它并不是成熟的技术，没办法，这里 SpaceX 只能自己设计一个，也不算从零开始。猎鹰的梅林引擎用的是煤油燃气发生器循环，在上面 SpaceX 已经积累了大量经验，用非常成熟的架构改出了高效可复用的引擎，把这些经验用到架构更先进的全流量分级燃烧循环上，效率进一步提高，这就得到了猛禽引擎。Starship 的 Booster 和 Ship 虽然都用的猛禽引擎，但分不同变体。Booster 有33个海平面版本的引擎，外圈的20个是简化版，没有万向解锁，不能活动，发射过程中只需要点火一次。内圈是完整版，原先的设计是9个，现在增加到13个，它们可以调整方向，在发射的时候控制飞行轨迹，在降落的过程中可以多次点火，提供反冲推力。Ship 有6个引擎，以后可能增加到9个。外圈3个是真空版本，有更大的膨胀比；内圈3个是海平面版本，可以独立调整方向。这样成本和重量降低了，可靠性增加了。如此一来，需求5已经完全解决。除了用于推进的主引擎，火箭还需要用于姿态控制的机动引擎。传统上，这是通过喷出冷的气体来实现的，比如把液氮气化后喷出。这么做的问题是需要额外的存储空间、推进剂以及工作方式完全不同的机动引擎。SpaceX 虽然目前在测试中也是这么做的，直接复用了猎鹰的机动引擎，但之后打算改成燃烧甲烷的热气体引擎，不像主引擎那样剧烈燃烧喷气，这里只是取一点点液态甲烷和液氧，气化后温和的燃烧，产生的热气膨胀喷出用于机动控制，这样都用同一套推进剂存储，效率还远远高于低温气体的，进一步降低成本。从整体上来说， Starship 是人类第一个可完全复用的轨道级发射系统，通过可复用把成本降到惊人的程度。Ship 有个很大的载荷空间，非常通用，可以当做一个平台，发展出多种版本。发射一个大的载荷能用，发射大量小载荷能用，到月球能用，到火星能用。它的内部加压空间有1000立方米，整个国际空间站的内部加压空间也就916立方米，以至于有人想干脆用一个 Ship 作为下一代空间站就得了。马斯克在推特上还提到过太空望远镜的版本，把整个圆筒形舰身作为镜筒，装上光学部分就是个望远镜了。在制造上，不管是 Booster 还是 Ship 都由一系列圆筒焊接而成，每个圆筒都是一样的，可以批量制造，只有 Ship 的尖端需要特别加工，然后在装配工厂堆叠成 Booster 和 Ship。 不锈钢的材料使得加工很容易，制造火箭不再是在室内的无尘环境下由一堆穿着防护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小心翼翼地建造，而是几个叼着烟卷的大叔在露天环境下焊接，在开放的厂房里堆叠，成本降低非常多。一艘 Starship 的目标造价是1000万美元，相比之下，猎鹰9号光是不可复用的2级就得1000万。Starship 有这么多降低成本和产生盈利的方式，这就达到了需求期。至此，我们看到了 Starship 这个载具，在设计上有机会满足第一期我们提到的所有需求，但是它真的全面超越了现有的载具吗？为什么又说是低质的？ Starship 各个部分都争取采用刚好满足需求但价格更低的组件。实际上从猎鹰开始， SpaceX 的路线就是用工业的方法做航天的事情，质量不如传统航天，但价格低了太多。等到成功之后，再逐步迭代提高质量。前面都只是定性，现在来做一些定量分析，把 Booster 和 Ship 的净重、
推进剂携带量、载荷质量、引擎比冲都带入火箭公式。可以发现，即便不考虑回收，它能达到的 delta V 是 10.6 千米每秒，还到不了霍曼地火转移轨道，也就是需求1都满足不了。如果要回收，还得预留相当一部分的推进剂，结果只能到达近地轨道而已。所以，从传统火箭的观点来看， Starship 只适合低轨道发射，和航天飞机类似。但是记住，不要限定在传统载具的思路。Starship 的突破点在于，在工作流程上也和传统载具很不相同。在到达近地轨道后，会进行太空加油，把 Ship 灌满之后继续奔赴目标。由于这个操作的存在，才真正解锁了需求1和2，可以用于高轨道、地月飞行、往返火星等应用场景。所以说，产品本身低质不要紧，只要足够覆盖特定的应用场景就行。要扩大到更大的领域，可以在使用方式上有所突破，通过组合达到目标。没法正面硬刚问题的时候，从侧面解决问题可能更加有效，这也是创新中常见的一种方法。下期会来详细讲解发射过程，看看如何通过工作流程的创新来让其超越传统的载具。欢迎继续收看，再见。